伙忙活了几年，今天咱们云峰集团的大桥终于彻底竣工了，大家一起喝一杯，预祝天海大桥成功通车！预祝天海大桥成功通车！这一杯我们敬将功，要不是您，这座大桥也不会这么快竣工。没错，敬将功！将功，将功！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仪式还没结束呢。将功，数据不对。什么？数据显示大桥已经突破了承重极限，即将出现坍塌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大桥才刚刚竣工，怎么可能会突破承重极限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已经检查了5遍，数据没有错，桥要塌了。马上安排人排查，出了事。被告人江怀远作为天海大桥总设计师，因贪污公款导致工程存在重大质量缺陷，致使桥梁倒塌，造成15名工人死亡，犯贪污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？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出去之后好好生活。谢谢同志。谁呀？是你？我回来了。你出狱了？老婆，以前是我的。老婆，我的外套你放哪儿了？他是谁？江怀远，反正你也出来了，有些事情我也不瞒着你了。自从你进去以后，我就带着程程改嫁了。她叫李如海，我现在的丈夫。你就是江怀远，当年的那个贪污犯。我不是贪污犯，我没有贪污。都进去蹲了10几年，你告诉我没有贪，简直是丢尽了我们做工程的脸。我没有。江怀远，你够了！景宇，你相信我，当年的事情真的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贪污，但是我很清楚，自从你进去以后，我和程程没有睡过1次安稳觉。我被单位辞退，程程也被退学，我们的生活都被你毁了。我对不起你和儿子。我现在不想听你的道歉，既然你已经出来了，那就好好去过剩下的日子，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能不能见见程程？你不配见他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程程，你昨天在工地加班到深夜，快去补补觉吧。那个男人是不是过来了？程程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他以后都不会出现了。李叔叔，他当年真的贪污了工程款吗？没错，他为了拿回扣，购买了一大批劣质的建材，导致工程质量不过关，还害死了那么多人。他就是咱们整个建筑行业的耻辱。你们全家都是杀人犯，就应该跟着江慧谈一起坐牢。没错，你们都该死。还我儿子的命，他才20岁呀！妈，爸爸真的是杀人犯吗？程程不怕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如果可以选的话，我宁愿你已经死在了监狱，我江城也不需要一个你这样的父亲。先生，你们的工厂在招工是吗？我可以做。你住在哪里？我刚刚出狱，还没有找到地方住。去，我们这里不收劳改犯。你这个臭劳改犯也想抢我们的饭碗，滚！我没有贪污，我没有贪污啊！老天爷，求你放我一条路吧！老板，这里还有活可以干吗？我之前干过桥梁，有经验，我不需要工资包吃包住就行。没有，桥都完工了，走吧。刘总您来了。 3天后就是竣工仪式，老刘，最后一遍收尾绝不能掉链子。先生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这些你拿去买吃的吧。谢谢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先生，你现在是在找工作吗？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来我这里。真的吗？我叫柳月华，是长宁大桥的项目负责人。这个是柳月锦，我们的结构工程师。这是郑平，我们的绘图员。你现在就担任一个项目助理的岗位，平时就打打杂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起码能有个温饱，还可以住在这里的员工宿舍。好，我一定不负众望。江城，你来了，你来的正好。这是我们的桥梁设计师。是你。 你是程程？闭嘴！程程，
你不配叫我的名字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妈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的白眼和谩骂。现在我们过得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我想弥补当年的过错。我们不需要你来弥补，我都恨不得你死在牢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妈不想再看到你，马上给我离开。以后哪怕你是死在外面，也和我们没关系。我知道你们恨我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对不起。等等，我现在已经是桥梁设计师，我重新设计了当初倒塌的大桥，我一定不会让当年的悲剧重蹈覆辙。江城，你们还好吗？没事，刘总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需要额外增加一个助理，还是让他离开吧。3天后就是竣工仪式了，现在我们手上还有一堆琐事要处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必须增加1个人手。我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，现在还请江公你以大局为重。我明白了。老江，竣工仪式当天，投资方天恒集团总裁会亲自来验收，你过来帮我整理一下宾客名单。好。3号墩钢筋密度再复核一遍，标高误差必须控制在毫米级。前拉锁的前拉顺序按方案 C 执行，监测组24小时轮班，任何数据异常直接报到我这里。程程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当年的真相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父亲不是贪污犯，更不是杀人犯。你们干什么的？这些都是建筑材料。什么狗屁材料？老子随便一脚都能踩碎，这玩意儿能建造大桥？没错，这座桥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一体灌注出来的主体，还有这些混凝土和材料都不对。不对，这个也不对。这老头疯了吧？真晦气，出来遛弯还遇到个疯子。快走吧。味道鲜涩，还有强烈的煎烧感，出事了。感谢各位莅临我们的竣工仪式，我向各位保证，这座由我主导建造的长宁大桥，绝对不会让15年前的悲剧重演。刘总可是年轻有为，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桥梁正高级工程师，这可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高级工程师。还有江工，他的设计理念确实超前，这主塔设计和承重结构绝对可以进教科书。希望这次能够顺利通车吧。请问秦总为什么要投资这个项目呢？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城人，太清楚出趟门有多难。这座桥就是要让街坊邻居们一脚油门就能出城。我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江总设计师一定可以完美建造好这座桥。谢谢秦总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为了表示大桥绝对安全，我们将会派出25吨重的大货车通车。发车！不能上！不能上！不能上！上了会死人的！混蛋！你不要命了吗？老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是谁？抱歉，秦总让你见笑了。他就是一个普通路人，不知道怎么就闯进来了。我现在就让他离开。我小时候你已经毁了我一次了，现在我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到这一步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这个桥真的有问题，承重载荷设计不够，最关键的是材料恐怕掺入了海沙或者被海水污染了，钢筋受到海水腐蚀，桥体结构会从内部崩解，种种因素加起来，这座桥随时会塌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江工的设计怎么可能会出问题？况且在开工之前，我对桥梁各个结构进行过数据分析了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承重载荷设计不够的问题。江工，这个材料都是我们亲自验收过，保证没问题。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，就在刚刚我还看到他发疯的在桥上跑。这人脑子果然有问题。保安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居然能让一个神经病混进来！赶紧把他带下去，别影响了我们竣工仪式。老江，之前刘总看你可怜，好心收留你在我们项目组工作，现在你就这么报答我们吗？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以项目总负责人的身份命令你马上离开。程程，刘总，你就相信我一次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你就是一个小的包工头，只知道从工人身上吸血，贪污工程款，懂什么材料和设计。景云，等程程长大后，别告诉他我是做什么的。如果他也学了设计建筑行业，最起码不会认为自己有一个丢脸的父亲。江怀远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别忘了，当年就是因为你，让15条鲜活的人命白白葬送在山谷之下。我对不起他们。今天是程程的大好日子，要留下来看我不拦你。要是再敢捣乱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秦总，
耽误了一些时间，通车仪式现在继续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打算亲自开车，作为第一批上桥的人。你确定？我对我的设计有绝对的把握和信心。刘总，希望你能同意。好，我相信你的设计绝对没有问题，你去吧。什么？不行，你不能上去！执迷不悟，把他带走，别耽误了通车仪式。我承认我以前的确是有错，可我做这一行这么多年了，我能看得出来，这座桥现在有很大的风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如你？我不是这个。这座桥是我设计的，就算是有问题，我也会去面对，而不是像你当年一样，为了钱不顾别人的死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抓起来！不行，不能走！江怀远，你不要命了是吧？马上给我回来！刘总，你信我，这座桥真的不能用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程程去死。这家伙怕不是脑子有问题。刘总就不应该放这种疯子进入项目。赶紧让开！不，儿子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去死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过去，那就从我的身上压过去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那就让我和这座桥一起为当年赎罪。好，我满足你。程程，别冲动！我不敢看了。爸劝不住你，爸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能在爸死前救你一次。不可能！我的设计，我的计算，绝对不可能！相公，这就是你的设计？你看看，差点把我们都埋在里面了！刘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刘总，请你正面回答一下，是否因为你们团队的设计导致桥梁坍塌？不，我们的设计没问题，我反复验算过无数次，一定是施工或者材料。材料？这种材料是怎么通过你验收的？负责材料验收的人到底是谁？是江工，你该不会是利用职务之便，把原本正常的材料换成这种低劣的海沙，从中谋取暴利吧？原来如此，原来是你贪污了工程款，导致桥塌了。我记得15年前也是因为设计师贪污，导致整座桥轰然倒塌，没想到15年后还是一样的结局。请问江工，秦总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没有贪污，我绝对没有贪污，我发誓我花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工程上。清者自清，我和我的团队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一定会严查内部，揪出那个害群之马。还请秦总再给我们几天时间。刘总，江城，你们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和承重设计师，对此次特大质量安全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，我们将依法追究到底，对你们团队提起诉讼，追赔全部损失。今日长宁大桥部分块发生倒塌，幸运的是，目前没有出现伤亡现况，事故原因及责任追究已同步启动。我到底哪里错了？江城，你别这样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下来，找到真相。真相？还有什么真相？所有人都认定是我的错，我的设计毁了这一切，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。15年前这座桥毁了我的过去，现在又毁了我的未来。儿子。什么？你是他的父亲？闭嘴！我没这个父亲。刘总，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当年天海大桥的总设计师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是无辜的。我相信江城也是一样。
这2起事件背后一定有人搞鬼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刘总，这座桥的材料、施工还有设计参数都可能被人动过手脚，请你把桥梁的资料给我，我一定能找出证据。好吧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这些数字肯定存在一个细微的偏差，只有找出这个漏洞，才能揭开真相。他都看了一下午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装神弄鬼呗，一个坐过牢的还想当救世主，我看刘总也是急糊涂了，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身上。现在我们除了干等，还能做什么？刘总，各位，我是天恒集团的法务部的负责人，你们可以叫我刘律师。我们此次来是想与你们讨论一下赔偿方案。这是天恒集团提出的初步索赔清单和责任认定告知书，请刘总过目。赔偿金额20亿。这么多？因为你们的疏忽，导致我司损失严重，股市暴跌。今天综合计算，我司的损失达到20亿，所以我们的主张非常合理。可是现在你们也没办法证明就是我们导致的错误啊，可能是供应商那边。这就是证据，关键承重结构参数存在严重偏差，经我方专家复核，这是导致坍塌的直接技术原因。你身为总负责人，没有发现如此低劣的漏洞，这是你的过错。不可能，那参数是经过严格论证的，我的设计绝对不会出现这么离谱的错误。第二，是江城先生签署的这份材料检测报告，明确显示所有进场材料，包括后来被证明掺有致命海沙的混凝土原料，全部是合格。这难道不是严重的失职甚至低职？什么？20亿，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，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如果罪名成立，你们可不止赔偿这么简单，所有人都要坐牢。坐牢？证据确凿，再多的辩解都苍白无力，请刘总这份确认书上签字。不能签，不能签，刘总，不能签啊！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闯进来的？刘总，你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江怀远，你一个劳改犯能想到什么办法？事到如今，你还陷害我们害得不够惨吗？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里继续丢我们的脸！原来是一个劳改犯啊！保安，保安呐，快把他弄走！跟这种有前科的罪犯共处一室，我都觉得恶心，晦气！放开我！我是15年前天海大桥总设计师，我能证明设计本身没有问题。你居然就是当年的设计师？什么？他就是那个杀人犯？刘总，你怎么能让这种人进项目组？刘总，这你必须给大家一个解释。我请求各位能给他一次机会。刘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袒护这个杀人犯吗？秦总，你让他证明吧。如果他证明不了，我柳面华立刻签字，绝无二话。但如果他能指出疑点，那对贵方查明真相、挽回损失，不也是好事吗？好吧，就给他一次机会，希望他不是在浪费我们所有人的时间。谢谢各位。各位，坍塌的主视校区就在这里。诚然，海沙腐蚀了钢筋是引发坍塌的直接原因，但真正的缺陷是极限荷载取值严重不足。什么意思？桥梁极限荷载是决定桥梁生死存亡的核心参数，原始的设计图取值仅为44.3，这导致了桥梁结构变得非常脆弱，就算没有海沙，这座桥也绝对撑不过3个月。所以，谁提供了这个数值，谁就是幕后黑手。按你这么说，这是你们结构工程师的错？不可能，这个参数是当初材料供应商宏远建材提供的参考值，我亲自核算过，当时验算没问题才整合进最终设计文件的。问题可能就出在整合之后，在正式设计流程开始前，就极有可能被人恶意篡改了数据，设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因为这个错误数据的输入，导致了材料配比失衡，这才埋下了这个定时炸弹。荒谬！
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说设计没问题，好，你说实际值应该是什么？你拿出来证明啊！正确的数值应该是52.8 kNm 每平方。秦总，你把这个数据发给你们的团队验算，到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马上召集公司所有技术人员，带入新数据，重新模拟长宁大桥。结果出来了，秦总，模拟结果显示，如果采用这个原始正确值，桥梁结构在理论上完全安全，设计是没问题的。谢谢你，你证明了我的设计是对的，我没有错。还有我们不该怀疑你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立刻联系法务和调查组，重点彻查宏远建材，查他们提供的原始数据帮，查海沙的来源和合格证真伪，所有经手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谢谢秦总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调查。眼下应该对长宁大桥进行紧急修复，这是挽回损失唯一的途径。你放心，秦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但气象预报显示，强台风海神将在1周后登陆贵城。如果在1周内无法完成核心结构的加固修复，整个桥体极有可能在台风中彻底垮塌。所以，我们只有1周时间。1周，这时间确实太紧张了。这次的修复工程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技术难度极高，我们需要最顶尖的，也最了解这座桥问题所在的人来主导。老姜，这次重建你必须加入进来。好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我会安排李如海李总加入你们，他是全市最大承包商，也是江工的继父。有他在，材料的事才能放心。那就有劳秦总了，我们马上开工。根据受损评估，我的方案是分阶段加固，先采用高强度灌浆材料填充核心裂缝，再在关键受力点加装体外预应力锁进行补强。江工的方案非常稳妥，步骤清晰，风险可控。我也赞同。这个方案需要的材料和工艺，我们都有现成渠道，可以立刻组织采购和施工队进场。儿子，我支持你。老姜，你的意见呢？不行，这个方案来不及。灌浆需要养护期，台风不等人。按这个方案，核心承重结构的强度恢复，在台风来临前根本达不到临界安全值，风险太大。我们必须用更快、更激进的方法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？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。我的方案是使用超高性降露混凝土 UHPC 进行整体灌注加固。UHPC？ 没错，它具有超高强度、超高韧性、超强耐久性，大幅提升结构整体性和承载力，施工速度快，几乎不需要养护。老姜，这材料是好，但国际上也没听说用在这么大的桥梁主体结构上的先例啊！而且需要做全尺寸模型验证方案可行性，光这个验证没1周时间根本下不来，我们等不起啊！你想法是挺天马行空的，不过工程师说话要讲证据，要数据，空口白牙谁不会说？有本事你现在就拿数据出来。数据在这里，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全部计算好了。这建模精度，这仿真运算量，它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？手工绘图配合专业软件，这计算量，没有顶级工作站和团队合作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他一个人。刘总，这个方案是唯一能在台风前救下这座桥的方法。我知道我的过去让你们难以信任，但我恳求你相信我这一次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决定采用老姜的 UHPC 修复方案。刘总，不行，仿真只是模拟，现实施工环境复杂100倍。况且，要是他真这么厉害的话，15年前的桥就不会塌了。够了！我是项目总负责人，现在我命令，按照老姜的 UHPC 修复方案执行，立刻马上开始准备工作，所有资源优先保障此方案。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柳月华一力承担。
各小组报告准备情况。 A 组就位 ，B 组设备调试完毕 ，C 组没有问题，材料一到就可以开工。将军，刘总，约定时间都过了1个小时了 ，UHPC 材料车还没影啊，工人们都等着呢。再等等吧，说不定路上堵车了。再这么下去，耽误了开工时间。要是不能按时完成，一切都毁了。我打电话过去问问。李总，你是总承包商，材料怎么还没有运过来？ UHPC 材料运不过来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运不过来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材料海关那边卡住了，要重新审核备案，没有批文，材料属于违禁品，根本不准入境。依我看，没有1周时间，这批材料是过不来了。1周，台风都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有材料，什么方案都没用啊！1周，这台风就过去了，这2天白干了，敲塌了，我们会不会？刘总，天恒集团那边合同签的是台风前完工，现在材料没了，工程没法开始，我们铁定违约，到时候天恒起诉我们，巨额赔偿金赔不起，我们是不是都得进监狱啊？诸位，安静，听我说2句。造成今天局面的罪魁祸首就出在这个方案上。普通的混凝土1吨才几百块 ，UHPC 呢，动辄上万，差价有多大？江怀远他一个刚出狱、身无分文的人，为什么非要坚持用这个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想从中捞取巨额差价，重操旧业，贪污！妈的，就是贪污！15年前害死人还不够，现在还想吸我们的血汗钱，还要拉着我们去坐牢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你真的贼心不改？程程，刘总，你们不要听他乱说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。这是我派人查到的证据，在 UHPC 下单之后，江怀远的账户里凭空多出了50万。你告诉我，这50万从哪里来的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这还能有假？这就是你购买 UHPC 材料的返点是吧？骗子！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。都怪你，把我们都害惨了。刘总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老姜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真的不该再信你一次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贪污，我可以拿命担保。江怀远，够了，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，把他带走，马上，我不想再看到他出现在工地。不行，刘总，台风还有几天就要来了，如果我就这么走了，桥一定会塌，我不能走，必须要按照既定的方案修复，不然一切都晚了。可就这么带走他，天恒集团那边要怎么解释？你们放心，我到时候会去和秦总说明白事情的经过，相信当秦总知道真相之后，自然会明白我们这么做的道理。听到和刘总的命令没有？动手！住你们不能这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滚吧，垃圾！UHPC 没指望了，说说吧，还有没有替代方案？哪怕能保住核心结构，撑过台风也行。常规的混凝土船运根本来不及，线吊也来不及养护。你们呢？刘总，各位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大家不必绝望，这个项目交给我吧。
在我进入建材行业之前，也是个桥梁设计师，也主导设计过不少大项目。这些年做建材，我手里掌握着最快捷的材料供应链和最高效的施工队伍，我有能力完成这次的项目。刘总，程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我的信誉担保，一定调动所有资源，在台风来临前完成关键加固，保住这座桥。你们有没有意见？刘总，我相信李总的能力。我赞成。在场也就只有李先生可以设计，资源两手抓。好，李总，那就拜托你了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刘总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最碍事的人终于被我赶走了，江怀远，这次还是我赢了。喂，是我，我已经成功赶走江怀远那个废物了。现在整个项目已经落在我们手中，等天恒集团的修复款一到，我们一定会大赚，足够我们吃10年了。很好，做得干净点，让桥彻底损毁，然后把一切都甩锅给江怀远，他就是给我们顶罪的。放心，他现在就是条丧家之犬，翻不了身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桥塌了之后，所有证据都会指向他，他的下场会跟15年前一样，沦为一个阶下囚，没有人会查到我们头上来。非常遗憾，由于前项目成员江怀远的严重失职和贪腐行为，导致关键材料缺失，大桥修复工程陷入停滞，错失了宝贵时间。江怀远，这位有前科的工程界败类，再次为了一己私欲，将整座城市的安全置于险境，其刑可诛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是李如海，是李如海搞的鬼，他在撒谎，他想害死所有人。哎，那是不是电视上那个贪污犯？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妈的，害我们桥修不成，还敢跑出来嚎！打他，这个杀人犯！滚出我们城市！去死吧，人渣！李如海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张，老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又偷懒？李总，老张他好像中暑晕过去了，他从昨晚到现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了，请你叫个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吧。晕倒？晕倒就是装的，想偷奸耍滑？我告诉你们，干不完，所有人这个月工资全扣；不想干的，现在就滚蛋！可是，给我醒醒！你们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工资全扣！对，没错，3号墩这里基础承重不够，必须额外再追加300吨 H 型钢，马上调坡，钱不是问题。刘总，请你马上签字，现在工地那边等着用。李总，300吨，这用量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没错，规范要求极限加固量也才夸张！大家看看，这是刚出炉的紧急结构评估报告。因为江怀远之前耽误了太多宝贵时间，核心结构的损伤程度远超预期，不加这300吨，桥在台风里必塌无疑。可是，刘总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只有拼一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回头的机会了。我明白了，按李总说的做吧，我签字。好，谢谢刘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。没想到一个伪造的证书就能把你唬住，柳月华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要是江慧远在的话，肯定一眼就看出有问题。喂，是我。账目处理好了吗？对，那批特种钢实际就是普通 B 级钢，账上按进口 S 级特种钢的价格走，差价多少？李总，3000万，整整3000万的纯利润，已经按您的要求分5个海外账户转出去了，操作很干净，绝对查不到。好，干得漂亮！等这次风头过去，好处少不了你。
到时候足够你逍遥大半辈子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李总，程程这里没外人，没必要叫他这么生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修复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，现在是时候进行压力测试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李总，您真是神了！您一来指挥，这进度立马就上去了，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全没了。是啊，这调度效率，这资源整合能力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李总，3号桥墩加固后的首次整体应力测试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好，开始吧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成果。主梁应力正常，桥墩承压稳定，锁力分布均匀，全部参数都是绿色，太好了！看，这就是实力。我说过，只要按我的方案。警告！警告！关键结构应力超限，形变速率异常，GP模态偏移率突破阈值。怎么回事？哪里出问题了？参数全部飘红了，系统崩溃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好好的。你们看屏幕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做了那么多修复，怎么一点用都没有？李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我们的方案不奏效？难道是有什么地方错了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要怪就怪江淮远，前期耽误了太多时间，导致我们只能用这种高强度的加固方案，时间不够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了。你们处理后续吧，我先回公司。我查到了！什么？拿过来！我调查到，他15年前就是天海大桥的承包商之一。当初他通过技术手段隐藏了自己是实际掌权人的身份，所以事后清算的时候才没有抓到他。没想到居然是你！你放心，事情我都办妥了，那座桥算是毁了。李如海，你给我站着！你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杀人凶手、贪污犯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天哪，那不是新闻上那个？他在说什么？李总，不可能吧？江工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？大家别慌，这位是我们集团前合作伙伴，最近精神压力太大，有些异响症状。大家去工作吧。江工，来，去我办公室聊。江淮远，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你终于不装了。装？对付你这种不知死活的臭虫，还用得着装吗？李如海，15年的天海大桥是不是你干的？你篡改数据，用海沙害死人，污蔑我收黑钱，是不是你？是我又如何？没错，是我。那些数据是我让人改的，那些掺了海沙的垃圾混凝土也是我让人送去的。至于你的账户的款项，也是我派人打的。怎么样，滋味好受吗？哈哈哈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江宏远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被誉为明日之子，但是因为你的出现，
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所有好的项目全部给你，我呢，只能捡你不要的项目，吃你剩下的。还有她，徐静云，我最爱的女人，她眼里只有你，你抢走了我最爱的人，还有工作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要毁了你，毁掉你引以为傲的一切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连做鬼都翻不了身。疯子，你就是一个疯子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乔保不住了，都怪江怀远，要不是他前期耽误，用那个不靠谱的 UHPC 方案耽误了那么多时间，乔还能救。真的，秦总，秦总。刘总、江工，各位，你们错怪江工了。这是我们技术团队对江怀远提出的 UHPC 修复方案进行的全面复测报告。结果证明，江工的所有数据、所有计算、所有结构模拟完全正确。他的方案是当时唯一能在台风前救下这座桥的方案。什么？而且我们也调查了江工那笔汇款，发现这都是李如海干的好事，甚至 UHPC 材料备卡也是他指示的。他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封死江工方案的实施，迫使使用他的处理方案，从中获利。原来如此。我们还查到15年前，天海大桥也是在他的操作下导致桥梁坍塌，他才是真正的罪人。救命！来人啊！闭嘴！再叫，老子现在就让你永远闭嘴！为什么李如海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15年前你害我毁了我还不够吗？现在你为什么又要插手程正的设计？为什么要毁掉他的心血？他现在是你的儿子！你以为我想把事情搞成这样吗？我本以为篡改一下数据就可以让我更好的替换材料，可谁知道大桥居然会这么快就倒塌，整个结构差点崩溃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我修复工作？这明明是最后挽救的机会。如果真的让你修复成功了，秦昊一定会继续调查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查到我头上了。所以我只能把你逼走，然后彻底把桥毁了。你无耻！无耻！你这是在杀人！那又怎样？反正这一切的罪名都是由你来担，没人会怀疑到我们头上的。识相的，就乖乖在这上面签字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程程虽然是个好孩子，终究还是你的骨肉，我不介意帮他也送进监狱，和你一起在监狱里孤独终老。你无耻！天哪，我们真的错怪江工了。李如海这个畜生，披着人皮的狼！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居然误会了你15年啊！我甚至在你最需要帮助、最需要信任的时候，亲手把你赶走了。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儿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坚持相信他，甚至还把项目交给了李如海这个魔鬼。我才是害了这座桥、害了大家的罪人啊！姐，我也有错。我之前还看不起他，觉得他是劳改犯，不相信他的能力，失望太蠢了。老江，对不起，我之前说话太难听了，我向你道歉。秦总、刘总、江工，不好了！刚刚有兄弟确认，江怀远先生他一个人去了李如海的公司。什么？他去了李如海公司？他一个人去的？走。我们马上过去。还是不肯签是吧？给我抓住他的手，在认罪书上面摁下指纹。
逼我签下认罪书，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。法律谁来管？你以为他们会信你这个劳改犯？这个被全网骂成狗的杀人设计师，看看现在天谴在哪里？老板，你看这个。罪犯，抓他！全网直播，江怀远是我直播的。老板，你上新闻了。突发，疑似桥梁事故涉案人李如海现场承认15年前篡改数据，相关直播视频已引发全网关注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直播？你早就准备好了，你算计我！这是我唯一能赢你的方式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现在我们谁也走不了。你既然想送我下地狱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住手！住手！程程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我们，李如海，你不要再反抗了，你的罪行全城人都知道。我错了，秦总，我错了，请你们不要报警，我可以解释。你跟我们道歉有什么用？你去跟下面15个亡魂道歉，看他们原不原谅你。程程，不，儿子，请你看在你妈的份上，饶了我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对待你们。闭嘴！你不是我爸，你也没有资格把我母亲放在嘴上。刚刚还打算杀人灭口，你是疯了吗？你就是我们工程界的败类，砸了我们所有工程师的牌子。还我们工友的命来！抓起来枪毙都不解恨，下面给他赔偿！哼！你们别太嚣张！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上面有人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身后那个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撂了。什么？我通过关系网查到了你背后的人，他就是天恒集团的二股东王兆明。很不幸的通知你，他已经被警方依法逮捕，而且为了争取减刑，他已经把你这些年干的好事一五一十全都供出来了。我认了不就行了吗？我现在愿意配合调查，而且我愿意把所有赚的钱拿出来赔偿。你赔得起吗？你赔得起15条生命吗？你赔得起2座桥倒塌带来的伤痛吗？你就是李如海。李如海，你已经涉嫌重大工程事故犯罪、故意陷害、职务侵占、杀人未遂等多项罪名，所以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程程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是你爸呀！你帮爸爸说句话，爸爸错了，爸爸给你磕头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求求你！刘总，你最心善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一时糊涂啊，都是上面的人逼我的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帮帮我。江怀远，老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害你，是我嫉妒你，是我鬼迷心窍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原谅我，你跟他们说说，我不要坐牢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你去牢里好好反省吧。警察同志，把他们带走吧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没错，如果我们晚来一步，可能你就……江工，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找我呀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冒险呢？我怕你们不信我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。15年前那场塌桥，他从我手里夺走了我爸爸，如今我不能眼睁睁再次让你离我而去。程程，你终于肯叫我爸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混蛋，是我眼瞎，我不该不信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爸爸太没用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爷俩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老江，对不起，我们……江公，我之前说话太难听，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相信那个混蛋。你是对的，我们都错怪你了。各位，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。气象局最新预警：海神加强，路径微调，登陆时间提前，距离台风正面袭击大桥只剩不到24小时了。看来这座桥我们可能真的保不住了。如果我们当初坚持相信老江的话，就不会有威胁了。桥现在随时可能垮，现在只有江工的 UHPC 方案才有希望在最后时限内完成核心加固。现在唯一能拯救这座桥的只有江工了。老江，请你回来拯救这座桥吧！你回来拯救这座桥吧！好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
我江怀远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回来。情况怎么样？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，UHPC 材料已全部到位，但3号墩的受损评估比预期更严重，常规浇筑方案时间不够，台风提前加速，核心登陆时间可能提前到18小时后。放弃原定分段浇筑方案，启动 B 计划，对3号墩和5号梁结合部进行超负荷集中灌注，所有泵车功率开到最大。1队负责3号墩主灌注口，2队预备队随时支援，3队确保材料供应不间断，安全组盯紧现场环境变化。压力再调2个单位，注意管道压力。报告，3号墩 UHPC 灌注已完成90%，按照当前流速，预计半小时内可以完成，主体加固目标即将达成。奇怪，是不是有点太顺利了？报告，3号墩用于支撑浇筑平台的辅助骨架发生大面积坍塌。救人！快救人！所有单位注意，我是江辉远，立刻停止一切灌注作业，全力抢救3号墩被困人员。重复，救人第一，优先确保人员安全。医疗队、抢险队立刻行动。这里还有人，快来人呐！担架，快拿担架过来！救命！报告，伤员全部救出，3人重伤，7人轻伤，已紧急送医。但3号墩 UPC 浇筑平台全毁了，无法继续作业。刘总，将功，台风海神预计40分钟后正面冲击大桥区域，风速已突破历史极值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桥保不住了。我命令终止长宁大桥修复行动，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施工现场，确保人身安全。这次事故的所有责任由我柳月华一人承担。不能撤！刘总，各位工友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也没有时间重来了。15年前，天海大桥在我眼前塌了，15条人命，15个破碎的家庭，那份痛苦，那份悔恨，每一天都在啃食着我的骨头。我曾经以为人是升不了天的，但是这座桥长宁，它不仅仅是一座桥，它是我们向天线发起的挑战，是我们向狂风暴雨宣告人类不会屈服。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打破上天的禁锢，就是告诉老天爷人定胜天。骨架塌了，那就用我们的肩膀，用我们的脊梁把它重新扛起来。没有平台，我们就用人搭，用命填。只要桥还在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这座桥我江怀远守定了。将军，请你下令。将军，请你下令。所有能动的人，跟我上3号墩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完成灌注，保住大桥。刘总，你留守总指挥室，时刻汇报数据情况。是。出发。兄弟们，将军说了，骨架塌了，我们用肩膀扛，这座桥不能倒，不能倒，不能倒！所有人，跟着我，把废墟清理干净，清理出一条道路。是。一组用双手给我牢牢稳住支架，别让它塌下来。2组抬管道，准备打开开关。3组跟我爬上架子，灌输。爸，怎么能让你上？我是最熟悉这个材料的人，所以我必须盯着。开始行动！我们顶住了，大家快上！将军，管道拿过来了。好，其他人跟我爬上去。准备开放！将军，爸，你撑住，有我在。好，对准缝隙，开泵，最大功率！开泵，最大功率，快！坚持住，千万不要松手！
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好，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快点，再快点！成功了！江主委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桥保住了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人定胜天的奇迹。在超强台风海神的正面袭击下，我们的大桥长宁岿然不动。这是无数工程师、工人用智慧、汗水乃至血肉之躯守护的胜利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英雄江怀远江总工程师，他用15年的坚守洗刷了冤屈，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带领我们创造了奇迹。江工，能谈谈您此刻的感受吗？感谢各位能够给我一个重新振作的机会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重要的是桥还在，希望就在。现在我宣布，长宁大桥正式通车，有请我们的英雄江怀远工程师驾驶第一辆车通过大桥。本台最新消息：15年前天海大桥垮塌事故及近日长宁大桥破坏案主犯李如海，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、贪污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未遂等多项重罪，情节极其恶劣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其保护伞天恒集团原二股东王崇山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